好，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到的是 FOMC。那么我们想说的是，周末我们其实讨论到了，就是当下市场中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既有2008年的影子，同时又有2015年的影子。那么在今天呢，就确认了一个点，那么就是什么呢？就不管银行的这种死活了。那么我们可以说，那么这跟2008年的情况呢是非常的像。那我们今天跟大家呢，就从今天的 FOMC 它到底是做了什么样的一个解读，从这个解读上，我们该后续是如何去应对。那么回到我们的交易和交易思路上，是今天是日内是怎么操作的，还有呢就是后续走势的一些分析。那么请您跟我一起进入今天的视频。好，首先呢，利率决议是没有什么新鲜的事情，主要就是加息25 bps。然后呢，这里非常确定的一点就是，当下它的这个目标利率的这个环境，目标利率的中值就是5%到5.25%。那么这个时候呢，已经达到这个数字了，所以后面的话，要不然就是横盘，对吧？要不然就是降息。但这点也是确定了，就是现在利率已经达到了一个中值。那么这两点都是一个比较确定的，也就是市场所预期之中的。那么没有说预期之外的是什么呢？一个是他认为就是 banks are sound and resilient， 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银行还不错银行没有任何问题，那么就不救银行。那么这一点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就特别像2008年的情况。08年的情况也是，先是这个贝尔斯登先出了事儿以后，那么美联储对贝尔斯登进行了一个救助。那么美联储救助贝尔斯登之后，后面接连其他的公司出事儿，他就不管了，尤其是放任了这个雷曼的这种倒闭。因为对于美联储来说，或者对于美国的决策者来说，我们永远要知道是美债、美元和美股。那么这三个市场或三个不同的环境中，美元永远是更重要的。当你只能救一个的时候，首选一般都是救美元。那么对于现在来说，我们可以看到外面美元的这个环境其实是受到了一些挑战。那么内部通胀又下不去，所以整体上来说，如果现在去救助那些银行，要马上进行宽松，那么整个的外部环境可以说是更加的一个恶劣。所以现在的话，应该一定是非常鹰派的一个表达，就是一定是坚决不能松口坚决认为是这个经济还不错，坚决认为这个银行不用救助。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下我在录视频这个时间我们盘后看到这几个小银行，不管是什么 PAWC WAL 这几个小的地区性银行已经出现了非常大的一个跳水。那么基本上这个是我们从美联储主席的讲话上来看，至少他的态度是比较坚决的。那么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点。那么对于小的银行来说，那么短期内我们该如何去看？那么另外一点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当下市场中，比如说有一朋友问到，就是什么时候去降息，对吧？那比如说呢，很简单的，我们现在已经加过息了以后，甚至于在6月份就有一些预期，6月份有可能就开始第一次降息了。那么今天一个是小银行不管，一个是坚决没有松口，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后面没有特别明显的降息区间，甚至于可以看到，你看，包括他说 banking 这个问题 is equivalent to tightening， 对吧？然后还有说什么就是说基本上是 close the door to rate cuts in 2023。那我也不认为说就完全 close the door， 因为如果我们以现在来看的话，市场的预期在今年的后面几个季度很有可能会降息，因为这些大银行去接管这些小银行的话，我们号称是对大银行有利，但实质上大银行的存款也是在疯狂的流失。如果我们以这样的速度去流失存款的话，那么对于银行的压力之巨大，那么现在经济所承担的压力之巨大，那么整个市场来说是非常非常非常厉害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M2 也就是货币政策或者说货币供给，那么现在也是持续的减弱。那么这样的话，整个的市场的解读你都读下来看，那么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偏鹰派的一个结果那么今天呢，先给大家讲一下不同的，就是我想今天从交易的复盘的这个角度跟大家讲，今天 FOMC 我相信大家可以在很多博主和很多媒体上看到这么多的一个消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今天 FOMC 这种非常强的日内的一个走势，那我今天都做了什么样的交易？哪些地方做得好，或哪些地方做得不好？然后呢，就是我们也要分享的是波段交易的，就是一个分享一个计划。我把这个计划呢，这两方面，我们复盘日内的，也复盘波段的，跟大家都分享出来。好，那么我们来看到市场上的一个表现，大家可以看到说，市场上我们先看期货市场，其实已经是一个比较大的这么一个下跌了。那么现在因为是关盘啊，那么关盘的话呢，现在呢就是走成了这样。那么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今天呢，我们其实是有一个什么战法？我们说今天是美联储日会有一个非常大的波动。那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是怎么做的啊。那么这个操作呢，以后给大家作为一个怎么说呢？作为一个参考吧，作为一个参考。那么首先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今天的在昨天，那么我给大家的列举出来的，我认为平常不是这样的关键位置，我一般都不会就是使用点位。那么昨天基本上是破天荒的，那我认为的支撑的位置是4125和4105，然后阻力位置是4166和4192。那么在交易的过程中呢，我们开到就不能开5分钟了，1分钟都不太够。其实我整天呢，今天都很累了，就是因为今天我基本上都是在看1秒左右的图，所以我们说翻到15秒吧，这种稍微大一点的图，大家可以看到，就是第一波上冲之后呢，其实它没有达到4166，那么来到4164，其实画到4166的话，那么这一波下跌就没有动到，它就是做了一个什么呢？做了一个出现决议以后，它会出现半小时，我期待它是出现一个趋势。那往往我们说美联储日的半小时会先出一个趋势，然后再反过来他讲话是个趋势，甚至于是他讲话之后会延续之前的趋势，那么它正好是这个两段的数字。所以我在这个段时间我其实做了一个什么交易呢？我是在这个位置上，因为看到了一个非常巨大，也就是说在它开始之前，大家注意这我是中部时间，所以这是东部时间的1点45，也就是还差15分钟的时候，我是开了个4165、4175，然后呢4100、4090的，这是 SPX 的一个双开。那么这里就减一点，就差不多是这儿的一个 call， 底下这儿的一个 put。那我期待于它是走什么呢？走出一个单边，然后呢，大约是4块钱，那么就是最大盈利是10，那么最小的一个最大亏损是4。那么这个地方呢，我期待于它走出这么一个单边的一个走势，但是呢，就是没有成功，因为它在前30分钟这里是做了一个震荡，所以我在这个地方4块钱的话，大约是3块2，在这是平仓了，做了一个止损，就是整个是一个反铁鹰，或者说我们称之为 debit 这个。Iron Condor 啊，就是 Iron Condor 的话是一个卖期权卖的，我们这里是买，所以我双小双开这里没有特别成功的话，那么就开始就是第一波也没碰到4166，所以就等到这个地方呢也没有打到4125，所以呢这一波也没有做到，那么这一波的一个15秒的拉上，这个地方呢4167的话看到了这儿触发了一个 alert， 那我们这里呢就是在一个非常小的一个机会上，我给大家看，那非常小的一个机会上，那么就是你的这么一个。突破4167之后，那么这里有一个再回拉，差不多在63和62肯定都能接到，就是一般来说都能 fill 进去了。那么这个单 fill 进去之后呢，就开始走了一个 ABC 的话呢，我这里的话就是把止损进行一个向下压到了一个多少呢？压到了一个41555左右。就是为什么呢？就是这个盘整区域的一个上沿，那么这个地方就是来到4132之后再次快速的一个上弹，那么这里的一个盘整区。其实这里盘整应该出，但当时我犹豫了以后呢，稍微犹豫了一下，这一弹起来差不多就是5455左右打掉了，所以那差不多就从这儿到这儿差不多就是我给大家画一下，差不多就是这个日内这个日内从这儿向下跌跌到这儿之后没有出，然后在这儿打下去的话，那我们差不多就是这样的话，差不多是一个10点的这么一个操作。那么我们再往下看的话，它这个就没有什么机会了，那么就继续等之后它有一个假的突破之后向下猛跌的话，我们画到了是4125是今天整个一个非常重要的线，那么就打到了这个4125之后就是一个反弹，但第一次呢我并没有漏得进去，那么我差不多就是在第二次的这个情况下漏得进去了。那么这里有一个失误什么失误呢？就是在这儿买进去之后呢，一般都自动挂5个点的一个止损，那么挂上之后就有一个小问题。就是挂上了之后，在这个位置上这个位置上它下来的时候没有去调整，也就是说在这个位置上我挂上，它是个2次回拉，我挂上了之后它向下没有
我没有调整好之后，差不多损失了4个多点就被打掉了。被打掉之后，人家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反弹。那么这个反弹其实从4125的话到这儿也差不多将近7、8个点了，但是这一段来说就比较难吃。那么也可以说它后面的整个这个块的一个盘整区这个盘整区呢，我们说前头是一个铁鹰后来我们在这个地方呢看到一个什么情况呢？在这个盘整区出来之后，大约在3点钟，我仍然是看到的 IV 有差不多60那差不多 IV 还在60多，是平成 IV 的300多，那我就分别在这个416几和差不多分别在这个4120，分别在4120和416几进行什么开这个铁鹰，就两边各卖一组这个 call spread 的一个期权，两边各卖。那么这个一个下杀之后，那么这个60差不多卖的时候是1块3还是1块4，然后下面的话也是卖1块3、1块4，那么下块就2块6，那么最大亏损就是2块6，那么最大盈利就是2块6、2块4、2块6，最大亏损2块4。那么这个地方下来了之后呢，它一个下杀特别厉害，那底下的这个可能就要被击穿了，差不多是在这个位置。那么差不多在这个位置要击穿了之后呢，我就能把上面的这个铁鹰关掉以后，向下又压在了这个条黄色线，也就是我们差不多4120 SPX 这个地方，我又重新开了 call spread， 那么又增加了1块钱，那么意味着我们的铁鹰的成本就从原来的2块2块4，对吧？2块4到什么3块4，那么下面这个地方一旦打穿了之后，它正好给了我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反弹。那么趁着这个反弹的时候，这个地方我们先卖了一个新的铁鹰，然后这个趁这个反弹的时候，底下的这个就是相当于亏了什么？亏了4毛，我差不多是1块4的一个铁鹰，然后我在这个位置上差不多1块6、1块7，趁着反弹，其实最低这个反弹达到1块2或者更低了，但是我当时也没有就是那么就是只能抓到那么准，差不多1块6、1块7左右，差不多亏了3毛，从这儿出掉了。出掉也不是高点，差不多就这个位置出掉了以后，它再向下，上面的铁鹰化掉了，所以呢，整个这个铁鹰的话，底下的是亏3毛，上面是2块2，所以今天的话下来这是1块8，然后呢，之前这个期权这个位置上是差不多亏了1块，所以今天的话差不多就是这个期权交易差不多一组就是8毛，但是你累啊，说实话真的是累啊，所以你整个下来之后，我们这一组是6个点的期货，然后呢再加上6个点的期货，因为这10几个点嘛，然后这亏了这个4个点的止损，所以这10个点加4个点6个点，然后下面的话做铁鹰，差不多也就1块钱。那么整体上来说，今天的这个操作一般，我觉得做的一般。第一个呢是说，当它第一波没有起来之后，那我整个这个地方形成盘整区，做铁鹰这个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了。但是呢，它在这个位置上的一个 ABC 下跌完之后，尤其打到这第二次的一个支撑那个时候的空单也就是在这个4166，我们进场大约4164和65左右的这个空单，在这个位置上就应该出掉了出掉了。即使我就是没有出掉的话，也应该在这个盘整区出。当时呢就是有点贪，觉得这个盘整区来了之后，又能再下一段。其实不是，这个盘整区出来，你这个确实再能再下一段，但是它再上的话，你其实非常难受了。所以呢，最后呢就是从一个比较，如果你不出，当然你可以这么说，不出那后面那就是一个大盈利，从6级一直能干到1级，那就好几十点了。但是呢，这个操作就是一般了一般。那后面的话就是通过一个铁鹰的一个操作。那么做成这样的。那我们可以看到盘后的话，其实我们知道盘后是小银行又出了一个暴雷，那么整个的这个期货在这个位置上还是会有什么呢？还是会有一个变化，或者说还是会有这个下跌的，因为整个盘后嘛又出了这个问题。所以呢，整个来说，这就是我们今天对于这个 FOMC 日内交易的一个总结。好，我们来看波段交易。那波段交易的话，我们说今天 QQQ 在这个位置上，大家注意这里其实是跌破了一个生命线，对吧？跌破了一个生命线。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个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30分钟的这个走势。那么30分钟走势的话，我们在这里用的也是这个 QQ。好，那么 QQ 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看这里面，我们不管怎么画斜线也好直线也好，我们画出这样的一个箱体，这是我们长时间跟大家分析的这么一个走势。那么这个走势大家可以看到，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它的大走势，大家看大走势是底部的这么一个大走势，这有一个类似于 W 底。那么它的一个起涨点，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的是差不多12月底。那么1月份一个大涨1月份一个大涨之后，2月份的一个什么呢？一个缓慢的一回调。那么3月份开始到4月份就是走出这样的一个震荡区间。
那么我们假设啊，我们用数浪，你可以看到这是1、2、3、4、5嘛。那么也可以，你可以也有这么算的。那这个1、2、3、4、5，不管怎么样，你都可以去分析它的走势。那么这个走势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拉起来之后再上来的话，那么4月份横盘的时间非常长，我们就可以在技术上，比如说我们波段的技术上，对吧？我们就可以在这个位置上形成一个什么呢？形成一个区间。形成一个区间，那么形成区间以后呢，我们就是比如说我上次在那个周末的时候给大家讲了，就是这个地方难操作在哪儿呢？区间跌破了以后，大家看这里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贯破。你如果在这里就叫止损，止损之后往下跌，它往上一回抽之后呢，大家看这个地方形成了阻力，但又抽破，再做假突破，所以你真正操作的话，你不可能是神准，因为这个地方你肯定要来回止损，或者是来回再进场好几次。结果一个跳空又打回来了，还记得我们当时做空的这个策略，然后在这儿就被止损掉了吗？然后形成了一个非常强力的突破，突破了以后，大家看这里又形成了一个非常凌厉的下跌，那么今天又一反弹形成次高再下跌，那么这里就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了。那么我们在后续走势来说，仅仅从这个箱体或者说从这个结构上来看，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里第一，这里出现的是次高，第二呢，这里出现了一个非常大规模的假突破，那么比这个破线翻要大，那么整体就相当于 bearish 了。所以我看到的是这样的，就是当下我们的有一个持仓，我的这个持仓呢，当下的话是一个5%的操作成本价，现在是不到10，那么现在的话就是5%的一个 SPY 的操作。那今天这轮下跌完之后呢，应该就是基本上快回到成本价了。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5%的一个仓位在做这个做了就布局了一个空仓。那么布局了一个空仓之后呢，那现在主要是吃什么？主要是吃它一个 VIX 的一个增加。但是我们要知道的是，就是如果我们真的是看一个这个终结的话，那么这个终结大家看应该是一个比较大级别的终结。那么我们不管是从这一段是算，还是也就是这段算，我们说这段从2023年这一段算，你可以看到这里面都是一个什么向上一段、向下一段、再向上的一个。你当然可以这么算了，当然就是你可以认为说还没有向下，或者说我们看到的是就是以 ABC 这样的为例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里是可以锁一个头的可以锁一个头的。那么这个 ABC 就是一个大的上升的这么一个结构的一个完成。那么如果我们认为这个地方锁了一个头的话，那么意味着是什么呢？是这个小级别的，你看这个小级别的1、2、3、4、5的一个比如结束，或者说它又是这个大结构的一个完成。那么如果这个假突破是成立的话，大家注意，如果它成立的话，那么意味着这只是一个开始。那么大家看这个地方的 W 底形成了一个结构，它是一个开始。那么这个假突破有可能是形成了一个顶部的一个开始。那么这个开始的话，我们有几种方法。如果你坚信就是 FOMC 是有48小时、24小时一个魔咒，就是它最后还会翻上来，那还会走这种呢，就是继续走势的一个延续，这个没有问题的。那我们呢还有新的一些，比如说那我就专门，比如说我们做多，还可以在这里做多。那么如果你看到的时候我们这个地方回不来了，尤其是今天盘后有很多的消息什么的是比较利空，它在这个地方下跌之后，如果再次跌破这个位置上，那么就破坏掉了一个破线翻的一个底部。那么这个头部就更形成了，那么它每一个回拉，它就有一个向下的这么一个动能，或者说我们向下的这么趋势就形成了。所以这是我们从波段的角度上来讲，我们对现在的整个走势的一个操作。所以就是翻上去，如果再翻上去的话，我们仍然选择一个做多继续跟随。但是如果要赶上的话，就是真的走的比较弱的话，那我们在这个位置上选择的是什么呢？选择就是一个对于空头的一个把握。那么短期内的话，我们也不会在这个位置上做太多的一个操作或者说做多。这是一个关于波段的交易。那如果大家喜欢这种非常偏实战的话，我们日内波段可以给大家多讲一讲。好，昨天呢，我其实看了 AMD 的这个财报以后我跟大家讲，就是说昨天的这个位置上，其实呢，我是跟大家讲了一个就是关于 AMD 的，我当时并没有瞎说，而是说我觉得这个地方大幅不及预期，我认为它还应该是一个，如果正常的话，应该可能是有一个15%的这么一个回调15%的一个回调。那么总之我认为就是跌15%是比较 make sense。那这个15%怎么来的呢？其实呢是这样的，就是它的营收跟之前一样，所以今天跳空这个大阴线出来了以后，
你也没必要去跟，为什么呢？因为从100你跌15%的话，其实100减15，那么你就是大约是85。那如果是按90往下的话，那差不多就是77、78的这么一个位置。那我们就按这个位置上来算。这个位置上为什么77、80、90很重要呢？就是上一个 ER 它拱到的这个位置，就上一个 ER 大家对它的定价是高点是这个，但这个次的 ER 没有比上个好，比上个还差。那么差了多少呢？差了也就是不到10%，但是呢，市场上给它咱们多整点，那么15%，对吧？那它这个位置上就跟上个 ER 差不多。那这个上个 ER 如果能差不多的话，那么这个定价其实在77、90的15%减下去，70就是差不多77、78的这个位置，正好也是我们这个整个结构的这么一个支撑位。那么从股价来说，它就是一个非常合理的位置。那你说这个位置到了是不是就反弹就涨？不是。那么我们说还有一点就是 AMD 作为赛道之王，我看还有朋友留言就讽刺这个，就是我之前就是分享的这个2023的赛道之王。那么我认为从半导体这个产业来说，我们有 AI 的这个整个的类似于一个 AI 的革命。那么这个赛道之王对于 AMD 来说，它的这个财报确实是让人失望的，因为没有体现出 AI 对它的有多大加成。但是盘后的很多消息上来看，如果第二季度半导体出现复苏的话，那么 AMD 在于数据中心业务的投资会出现一个回报，那么至少这是它管理层的透露出的一个信息。那么我如果就是你对它的投资，就看你是否相信管理层对于未来的这个判断。我是非常相信的，所以我认为就是如果要是掼破了这个位置再向下的话，那我觉得仍然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那如果你非要指望它回到50，它首先没到过50，如果你非要说就一定要到50的话，那么可能性也有，但是确实是非常好的一个deal了。但是我想跟你说的是，你有没有可能在这个位置上真的能有机会抓到，或者说真的到这个位置的话，你是否有信心你敢下去买呢？不一定。所以我倒觉得是这个位置上我基本就是计划好了，就70多来一仓，60多来一仓，50多来一仓，这可以，因为我毕竟这是一个投资的仓位，投资的股票，并不是如果投机的话，压根儿不用参与。这么大阴线跳空下来之后，你参与它干嘛呀？还有朋友跟他就是他去对比 EMPH。AMD 和 EMPH 完全不同的概念。EMPH 是戴维斯双杀，那我们把这个视频链接也在我们的描述栏里啊，大家可以到 Teachable， 也可以到这个美图圈上看。就戴维斯双杀，它是一个整个对估值的重塑，或者说它的增长是出了问题。那么这样的一个公司我们是不能碰的，因为什么？上面套牢盘也多，然后呢，它是无法支撑这个估值的。而对于 AMD 来说，它是可以的，所以这个没有什么不能把 AMD 跟这个 EMPH 去相比，那这就不是一个投资的理念了。这是我们对于个股的一个走势。所以我们整个看下来之后，今天高通的整个这个它的这个财报其实也是非常一般的，可以说直接就打到了一个低点，大家可以看到直接灌到这么低点。那么对于手机啊，或者说我们这个很多的这个业务它太疲软的话，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们苹果的这个走势在这个地方也是被拉下来了。那么苹果明天呢就要出现季报啊，明天就要季报。季报的话我认为不会太差，但是如果明天季报要是不够满意，或者整个市场的环境非常差，苹果如果也扛不了的话，那么对于我们来说也是非常大的一个风险。还有我们再稍微说一下恐慌指数，那这个位置上 VIX 的话其实是做了一个小的底部结构，那么这个位置上我们仍然是一个对于市场风险非常大的。所以不管是走成2015年的状态，还是走成2008年的状态，那2008年的状态就是我们不太可能会重复像2008年那种灾难性的后果，但是呢就是经历一下2015年那种回调的规模，来个10%、15%，那我们也可以分析到了，像微软这样的公司就只有这样的机会才会把它持有微软的这些人的筹码打出来，那么这样的话我们才有机会去减这样，或者说去持有这样优质的公司或者优质公司的资产。那么我们就要耐心的等待这样的机会的到来就可以了。好了，那么大家如果兴趣的话可以跟我联系交流。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拜拜。